承欢记与城中之城各看4集，一部看得如坐针毡，一部熬夜追。央视一下子播出了2部大剧，一部是央1的《承欢记》，另一部是央8的《城中之城》。虽然2部剧在热度和收视率上都表现不错，但给人的感觉却大相径庭。一部剧可能让你看得津津有味，另一部剧却可能让你觉得有些无聊。总之，2部剧的观感差别很大，观众们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。《承欢记》和《城中之城》我都看了4集，感觉2部剧各有千秋。《承欢记》主要是讲述一个女性的成长故事，看得我心潮澎湃，感觉像是在看一部女性励志剧。而《城中之城》则是一部金融题材的剧，看得我眼前一亮，感觉像是在学习金融知识一样。虽然2部剧的题材不同，但都让我看得津津有味。其中一部让我看得如坐针毡，紧张刺激的让人忍不住想一直看下去，而另一部则让我熬夜追，欲罢不能，完全停不下来。总之，2部剧都值得一看，各有精彩之处。《城中之城》这部戏可真是让人期待啊！预告片就让人看得心跳加速，再加上那一大帮实力派演员的加盟，简直就是观众的福利。但说实话，看了整部剧之后，感觉稍微有点失望。虽然它的品质可以媲美那些大型正剧，而且群像 CP 也很有趣，但剧情内容确实有点漂浮，演员们的表现也显得有点不统一。希望下次能更完美一些吧。这部金融剧虽然是以银行为背景，但银行从业人员却觉得看得超级不自在，就像是坐在针尖上一样。很多观众觉得银行职场剧情不太真实，感觉像是脱离了现实，所以都忍不住吐槽。虽然我不是专业人士，不能对追风者进行专业的评价，但我可以说，这部剧真的让我热血沸腾。尤其是银行职员们的业务比拼和行长炒股的情节，看得我热血沸腾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紧张刺激的环境中。虽然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但这些情节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剧中人物的专业精神和奋斗精神，真的很棒。可能大家觉得有些不太实际，是因为这些场景看起来太高端了，如果没有拍到行业的真实痛点，就很难吸引人们的关注。其实，只有深入了解行业的真实情况，才能找到痛点，才能让人产生共鸣。这部戏的主演们的演技真是让人有些失望，他们没能完全撑起这个角色的分量，感觉番位有点悬啊。大家一开始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了吧？结果真的发生了。在那么多经验丰富的演员聚集的剧里，年轻演员演个小配角还说得过去，但如果要演男女主角这种重要的角色，那真的需要很高的演技水平才能胜任，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这剧里的年轻演员演得真有点奇怪，男女主角的演技显得有点嫩，不够出彩。相比之下，给他们配戏的年轻配角演的反而更专业、更到位。整个表演看起来就像2个世界一样，有点不协调。有网友评论说，只要这2位演员一出现，收视率就会停滞不前，甚至下跌。好在他们的戏份并不多。你看，4个叔叔在那儿闲聊，酷云指数都能直线上升，这就说明他们的戏真的很吸引人。所以说，如果这个电视剧播得不好，这2个人和编剧至少要承担90%的责任。当然啦，《城中之城》这部剧也不是完全没有亮点，里面的大叔们演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特别是他们吃饭的那场戏，简直就是一场职场上的餐桌秀嘛！哎呀，这顿饭可真是场人性大考验啊！每个人都像只老狐狸，精明的不得了，真是把官场上的那一套玩得炉火纯青。这感觉太强烈了，就像真的置身于官场之中，体验那种勾心斗角的气氛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哎呀，说起于和伟这哥们儿，他的演技真是没得说，
亦正亦邪，每一个小表情都像是一本书，让人琢磨不透。你看他隐忍的时候，那眼神儿多让人心疼；纠结的时候，眉头紧锁，好像在跟自己过不去；再到撕裂的时候，我的天，简直就像火山爆发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这家伙真是个表演天才。这剧真的很合书圈观众的口味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类型，那一定不能错过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如果你喜欢都市情感剧，那《承欢记》肯定是你的菜，看一集就会让你欲罢不能，绝对是让你熬夜也想追完的剧。剧情紧凑，演员演技在线，看得人热血沸腾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，感觉就像是那种土的掉渣的剧，其实没太期待。但看完之后，真心觉得这剧挺有看头的，比想象中好太多了。这段剧情特别真实，就像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样，让人感觉很接地气，没有那种距离感。看完之后，你甚至会有种哇，这不就是我们平时遇到的情况吗？的感觉。总之，这部剧的剧情非常生活化，让人有一种亲切感，特别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。这个剧真是又轻松又搞笑，剧情虽然狗血，但总是让人感觉很治愈。男女主角的互动特别自然，看得我特别舒服，简直就是一对完美的荧幕情侣啊！女主和男主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个气氛啊，真是说不出的尴尬。后来呢，男主成了女主的新上司，结果没过多久，女主就被他给开除了。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，可能就放弃了，但女主不一样，她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去找男主谈谈。这个过程啊，一点儿都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浪漫，反而让人觉得特别真实。男主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为了保护女主而出现的，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女主身边，为她遮风挡雨，保驾护航。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才逐渐变得紧密起来的。所以，不要一开始就期待男主是女主的守护者，他们的关系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慢慢建立。这个女主可真是够惨的，工作不认真，还被别人算计，最后被新上司给撤职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她挽回工作的方法也挺实用的，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小聪明，还帮了男主一个大忙。这样看来，他虽然失去了工作，但也因此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，说不定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呢。地铁出行，再骑共享单车避开拥堵高峰，这种办法真的很实用。能想出这种方法的人肯定很懂生活，编剧也是，没让司机一直踩油门加速，这种做法确实很符合实际。这个故事的情节和角色行为都很符合现实世界的价值观，传递了正直、正义和真实的思想。故事中的主角和配角都面对了各种困难和挑战，但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整个故事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信息，鼓励人们追求真实、善良和公正，而不是盲目追求物质利益或个人私利。这个故事让我们认识到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应该像故事中的角色一样，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，做一个有责任感和担当的人。《承欢记》这部剧真是让人又哭又笑啊！他把职场的辛酸、爱情的失落，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演得特别真实，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，让人感觉就像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。剧里的情感细腻，笑点十足，让人在欣赏剧情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人生的冷暖。这种贴近现实、充满人情味的表现方式，真的特别吸引人，让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。男女主角的三观都非常端正，这点非常重要。麦承欢是个情绪稳定、内心坚韧且头脑清晰的小姐姐，她总能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冷静，做出明智的决策。
而男主角呢，虽然看起来有点冷漠，但他实际上是个实事求是、注重效率的老板。两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，这样的组合让故事更加有看点，真的很让人期待那种两个人三观超合，然后他们的感情慢慢升温的过程。看着他们从陌生到熟悉，再到互相理解、支持，真的觉得特别美好。这样的感情让人忍不住想为他们加油，希望他们能一直走下去。演员的表演真的非常出色，他们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，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中，感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共鸣。他们的演技真是让人赞叹不已。杨紫这次在剧里可是彻底变样了，直接从北京大妞转型成了上海小可爱。这温柔沉稳冷静的模样，跟她之前演的那个仗义侠女黄迎子可真是天壤之别。真是没想到杨紫能演得这么出彩，这次的角色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！这段戏里，杨紫和何赛飞这对母女真的是超级有戏，两个人的演技真是让我眼前一亮，他们的对手戏看得我热血沸腾，他们的表演都很有感染力，每次看到他们的故事，我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哭或者笑。特别是杨紫，她真的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演员，这次的表现真的让我刮目相看。整部戏因为有他们的精彩演绎，变得更加有趣和引人入胜。许凯演的这个男主角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！表面看起来拽拽的，但内心其实藏得很深。他把姚志明一开始那种傲慢、嚣张的态度演得特别到位，我都迫不及待想看他后面追妻的戏码了，肯定超级有趣。这剧真心不错，剧情紧凑不拖沓，里面还有一些轻松好笑的情节，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同时，它还充满了生活气息，让人感觉非常真实。总的来说，这部剧绝对值得一看。